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24日，时间过得很快哈。这是我们在从大陆营的时候，那时候邀约我们的涂老师，那到现在时间其实已经过了这样2个月OK， 那这时间点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涂老师涂慧芳老师来我们讲解童军编织请。好，大家好，我是涂慧芳，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编织哈。因为编织我有看过我们的编织专科章，它其实都是在讲一些天然素材的编织。那现在已经都市化哈，很难，一般都市应该很难去说收集到这一些不同素材的编织。那我因为念书的关系，所以学到竹编。那也因为住的很乡下，比如虽然住在苗栗市，但是因为公馆有这个喜妹腊蛙，他们还有在编附近的公馆福基石围墙那边，人家有在编这个草鞋，所以也有去体验。然后院里有编这个蔺草，然后也有去小小的体验一下。那因为在做竹编的话，都会用藤去做收编哦。那我觉得如果童军啊，在这个全部的专科章里面呢，我觉得我来推这个编织专科章的话，可能会比别人还要再比较容易一些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愿意跟大家分享。那除了要讲这个编织专科章啊，那也分享一些小故事给大家这样子，希望大家今天呢有收获这样子。那想要先认识大家一下，怎么会想要来听这个课程？我先一一点名，我们人真的很少，就来试试看哈。那个弘毅，可以讲话一下吗？还是谁要先来讲话一下吗？感觉大家都很害羞齁。好啦，那不然我们就下一页好了。好，我是因为103年的时候去念亚太，103年我大概40多岁齁。那去念的时候刚好就是学校隔年我们班创了一个竹艺社，后来当年我们学校是劳动部的竹编技术室的考试场，那在半年内学好那个考试的实题那个篮子的不同器型，那在那一年底考上竹编技术室，后来就从事这个竹编教学。那我其实在102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乐龄啊，还有在国小的艺术与人文教学，还有课辅。好，那之后就开始往这个社区大学去做教学。好，下一页。好，这个就是除了那个大篮子以外，其他就是10个考题，全部的考题这样子。那考试的话就是好，没关系，就那一页。好，就是要在6个小时内，3个小时要处理材料，要剖竹子啊，定宽定厚倒角啊，然后另外3个小时做编制。好，那其实在这个编制的素材，我觉得竹编是最特别的，因为你说草编的话，它怎么编它就是这么小，它能够做的用途不是那么大。我觉得竹编的用途就是最大的你看它可以吃，它可以盖房子的。我最近去学怎么盖房子，在斗六糖厂，每个6日啊，我是去学连续8周。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走走，真的蛮有趣的。你看还可以做竹筏，甚至可以做纸做出来的纸就像那个金银纸那样子。
那也可以做成，也可以做成鞋子啊，对，那也可以编成篮子，现在甚至已经往这种户外装置去做了。好，下一页。这个是我今年1月底的时候做的一个竹编的装置，它就是在武陵农场雪霸国家公园，是武陵农场那一个，它要一个450公分的鲑鱼，看起来要是像鲑鱼，所以我有尽量要把那个纹路把它做出来。好，下一页。那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容易？好，下一页。它有先用那个金属先塑形，先把尺寸计算好，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希望在时间内完成，也希望形状不要跑，所以我们先请铁工先焊好之后，我们再去编。好，下一页。然后再去上漆啊。好，下一页。然后喷漆，然后下一页，然后再去做，这是从我家载过去。好，下一页，然后再去做外面走这个中横中横现在不开放，除非你是公务使用，所以我们也去走了中横，路况真的不是很好。好，下一页。这样上去。好，再来。然后后来做那个竹篱把它围起，这样。好，再下一页。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去住了5天。好，下一页。好，这个是在我家的时候做的。好，再来。好，这是先去场勘的时候。好，再来。好，童军的话，不知道大家觉得童军有相关的这个编织有什么？大家最常说的就是这个蔺草编织帽，说以前他们童军的帽子是用蔺草编的。我觉得以为很贵呢，其实这样一顶也1000多块，其实是还好呢。我看还有团长说要买国外的3000多块，还不含运费。好，下一页。好，那再来可能就是绳解了啊。好，下一页。那不然就是工程嘛，工程会用到绳子啊。好，再来。好，然后做五具野炊啊。好，再来。我看一下。好，你再往下。你再往下。你点到那个，再往下到那个节省记事那里，看是第几页。好，这个好，刚刚那页，对，行役童军行役这个，对，好，我们其实现在主要推啊，就是想要推这个编织专科章啊。那编织专科章的话，童军专科章有分成4大类，就是服务类、跟童军技能类、健身类，还有兴趣类。好，下一页。那我们的这个编织啊，是在这个42。它就是要会说童军的编织的历史，还有编织用的材料跟产地，还有能够说出编织的方法，还有应用工具，然后用这一些里面，选出其中3种，然后去编成作品，还要会整理跟保管各项用品。好，下一页。然后刚那个是男童军的，女童军也有。那女童军的我感觉项目就比较少一点。它就是要会染色，然后会去做基本编法，然后用钩针去钩，感觉就跟童军就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好的，下一页。好，那我们就来用讯息回答一下，你觉得编织的历史最早是什么时候？1、2、3、4，回答一下。2。
还有呢，一，这样都回答完了吗？好，那我们就来下一页。好，其实是在石器时代哦，史前时代哦，好，它就是大的事情就用打大的解，然后小的就打小的，其实它蛮有趣的呢。好，下一页。那结绳记事的话，它有两个两个民族有，一个就是这个棋谱，就是印加的，它用不同的颜色，跟不同的绳子的素材，然后去绑，然后去做记录。好，下一页。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样去打出132哈，就是当它上面这个是百位，然后10位、个位哦，这样0的话就是在那个地方不要打哦，它就是0哦。有一种打法像这个3就是打3个哦，另外一种打法就是这样打一个结在里面绕3圈这样哦。那这个是主线好打，然后打这个垂线，然后最后这个是答案，这个侧过来这就是全部里面的答案，是不是很好玩？好，为什么要结绳记事？就是以前的人他出门打猎的时候啊，他怕他迷路了，所以他就会在树上打，然后在地上摆一条。所以还有就是在这个织网来捕鱼啊，还是捕猎物啊，去做使用。好，再下一页。那伏羲氏也教人家怎么去记就是比如说他用放石头的，就是他可能在左边放一堆石头，那门打开之后出去了几只，然后就把几颗石头搬到另外一边去。那如果带回来的时候再把那个石头再搬回来，这样啊，如果少了3颗，就是有3只羊不见了，然后就要赶快去找，这样那出去就不可能带石头了嘛，就可以用绳子。好，下一页。那其实我们的文字有的也是从这个绳结出来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啊？其实有没有就像我们的1、2、3、4，1、2、3、4，还有这个1、2、3、4，然后5跟6，有没有跟我们的国字6很像？7也是，8有一点类似，9还好，然后10有没有一个结这样垂下来，然后20、30，然后50、60，然后这个跟百很像吧，百，然后这个是千，然后这个是万，然后这个130，这个就是命跟乐，甚至你看他打出2个人呢，超厉害的好，下一页。然后这个也是甚至现在还在用我们这次不是去盖这个电笼啊厝嘛，就去盖这个主管厝啊，然后这个盖主管厝的这个大木师傅啊，他就是在盖这个庙宇建筑啊，然后他们会画那个丈高，丈高就是用那个竹子长长的竹片，然后去画它的梁柱的位置，然后那个横的梁啊，要穿的做的记号啊，然后他就是要写数字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来写，用红色的这个数字来写，有没有？它跟原来的这一边黑色的这边其实是很像，有没有？1啊，1、2、2、3、4、5，然后6、7、8、9，那其实
他们说这个叫台湾马，其实它好下一页。另外，它一个说法是说这个其实是这个叫苏州马，就是在算盘，就是算盘在商业记账用的哦，跟这个一样，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它真的有像算盘那样？尤其是这个横式的哦，这个一的话就是下面这个算盘1颗的时候，然后2就是2颗的，有2颗的时候，然后3就是3颗的时候，然后4的时候它就打叉叉，所以叉叉代表4。那5的话等于就是上面这一颗啊，哦，这一颗上去的时候代表5。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算盘哈，因为我们是念高职是念商科，所以我们一定要会打算盘的，所以不一定打得很好，但是就有这个概念哦。那6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一杠可能这一杠就代表是5哦，这一条代表就是5，然后底下有一个，那就是6，然后这样下来，然后2横7，然后再下来3就是8，那9的话就是上面有一个就5，然后再一个叉叉不是代表4吗？这样就是9。哦，好，下一页。那个易经啊，那个是易经的八卦里面的字啊，也是用绳子打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易经八卦吗？哦，你觉得这一卦我圈出来这一卦像什么？它其实代表是火，有看到这个火吗？然后下面像蜡烛，哦，然后这个像一个山，像一个山，然后这个是水，有看到吗？这个横的这样立起来的话，它有像水。然后下一页，下一页，谢谢。好，有没有这样？哦，这个是火嘛？有没有？有火焰的感觉。然后这个是水，然后这个是雷。哦，这个有没有一个月字的感觉出来？月字。哦，然后这个就是说山。好，那以这样子两个分开是阴嘛，然后三阴就是坤嘛，哦，连在一起就是乾卦。好，下一页。哦，那第二个啊，我们就要知道说可以用的编织材料跟产地啊。那我设定了3个哦，就是有些你很难说它是哪里的，所以我就设藤编是原住民的哦，因为真的藤在山上才有。那竹编的话就是闽南跟客家，其实原住民也有做竹编啊，可是如果你都没有设定的话，这样子就是很难填。好，第3个就是令草编织，哦，就是在苗栗院里这样子。答案就是4。好，我们让那个不要太为难学生。好，下一页。哦，那编织的话，通常就是用在这个生活中啊，哦，装东西啊，或者是建筑啊，哦，跟这个渔猎啊。哦，好，下一页。那我会介绍编织的话，它其实是有这个动物性的，比如说蚕丝啊，或者是牛皮皮革类的啊，还有动物的毛发。我国中去日本的时候啊，我去奈良有一间庙啊，他甚至展示他们当初建庙的时候没有绳子，然后他们是用人类的头发去做的哦。甚至用玻璃框起来哦，那个头发的直径可能大概有8公分哦，直径有8公分，然后长度的话有很长哦，大概
大概有几千公分哦，几千公分，然后展示在那边。哦，那植物纤维的话就太多了。哦，那它这个编织专科章里面有的就是棉麻嘛、竹藤嘛，跟芦苇、麦秆这一些。好，下一页。那如果说全部都要讲到的话，真的是很难，所以我有分一些种类，比如说从植物内皮啊，去取出来的黄麻、苎麻啊，跟从叶部纤维的这个凤梨啊，还有甚至芭蕉叶、香蕉类的也可以啊，或者是种子类、果实类啊，再来就是什么稻杆跟竹材啊。好，下一页。蚕丝也可以，可是蚕丝现在太贵了，就很难去说要拿来用。好，下一页。这个是用蚕丝做的，装置。他曾经在这个农改场有办一次比赛，就是用100颗，每个人可以领到100颗蚕丝蚕茧，然后让你去做自由创作。他现在作品还展示在这个苗栗的农改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好，下一页。还有棉花啊，棉花也是可以拿来做编织啊，做衣服。好，下一页。那麦秆的话，大家就比较少看见。然后我这次去教编织的时候，我也有带个麦秆的吊饰，但不是说我们台湾完全没有，我们台湾现在中部也是有在种麦。好，下一页。那这个就是竹编了。好，下一页。那这个是藤编。这个带刺的这个就是黄藤。那个整条取下来就会像这个边缘这里，那这个细的就是还要再去剖过才有。好，下一页。剖出来的话，皮取掉的话就会有这个藤心，那这个藤皮弄细的话就会可以拿来做这个竹编的收编动作。好，下一页。这是我们竹编常常会用的一些手编的技法，用藤去做。好，下一页。这个是黄麻，通常就拿来做麻绳，可是现在黄麻很难买。我曾经有一次说要教做草鞋的时候，然后他要用黄麻去做这个草鞋巾，结果买不到，后来要去那个商账用品的去买，然后他的是那种已经放很久很久很久的。好，下一页。然后这是原住民的月桃，我这次去台中有买一个。好，这是苎麻，通常就是拿来做织布啊，还是做绳子这样。好，那讲到令巧的话，就要讲到这个洪杨女士哈。草帽是从她开始的。那为什么会做草帽？有一个说法是说，她的儿子头上有长疮啊，所以她希望保护她的儿子啊，不要那个被苍蝇叮啊，所以她就做了一顶帽子。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那个日本的长官来院里的时候，然后看到那边的草席做得很精美，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办法做成帽子，然后他就试着做看，因为他的手很巧，然后他是这个通宵白沙屯的人，他甚至做到当老师，到那个台北第3高等女子学校，就是现在的中山女中去做教学。后来又回来院里的公学校当手工艺老师，教了10年。所以他父亲说是会讲，是读书人，所以可以跟那个日本的署长沟通，所以他
它才有办法去做这个第一个编出草帽的人。好，下一页。那另外除了这一边之外，那后龙的这个道卡斯族啊，就是原住民平埔族啊，他们也有在做这个编令草啊。我曾经有去他们的社区体验过编令草。好，下一页。所以以前呢，只要人家生的那个院里生到女生，人家就会觉得女生比较会赚钱，因为那时候编草帽的那个薪水很好，所以人家宁愿生女生。好来，那现在就没有，现在塑胶就令草就落寞了。好，下一页。那这个是稻草编织。它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个包装啊，其实蛮好看的。好，来再来。好，那我就会说，再来第3题就是说，你怎么用这些材料去做编织方法跟应用工具哈？那其实光这样看也是可以填得出来啦。你看像第一个，其实这边都有字啊，你看刮青劈竹，一看就知道这个跟竹一定是竹子相关的嘛。那第二个。都是草，就是要跟草有关嘛。再来第3个，你看有一个藤，就是这个就是藤嘛。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织布类的啊。那这个工具里面其实也是泄露机密啊。你看工具，火藤刀、刮青刀、竹篾刀，然后令草，它如果要去把它弄得更细致的话，它会用针把一只令草分成2等份或者是3等份。然后用木锤喷水，用木锤锤软之后，再用竹夹夹起来去做编织。那这个苎麻的话，就会用这些织布机把它织起来。好，下一页。好，那这个就是竹子的这个流程你需要先把竹子选好之后，然后把竹节前后竹节锯掉，然后再去刮青，刮完之后再去做剖竹，剖好之后再去先粗剖啊，然后再细剖，然后再做这个定宽定厚倒角。好，下一页。这个是黄藤的，你会觉得那个黄藤的刀具跟竹编的刀具不一样。好，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黄藤它有长刺吗？而且长在这个山上啊，它有倒钩的时候，它要把它那个藤勾过来的时候啊，跟去这个刺的时候，就很好用。那如果你要编这个藤杯兰的时候啊，因为藤太软了，所以它就需要钉一个像这样的木箱。然后再去做编制，它篮子才会形状才会漂亮。那在穿的过程中，太紧不好穿的时候，就会需要这一把先戳过去，然后它这个有凹槽，然后再把藤皮放进去，这样就比较好去做编织。好，下一页。好，那这个就是令草了，它必须要先整把竖起来然后再去一支一支抽起来，去分长短但是长的草可以编比较大，短的草就编的比较小东西，要去先分等级，然后分好之后，如果你是要做的不是那么精细的，就用单支就好如果你需要做比较精细，编起来比较小的时候，你就是要用一支针把它分成2等份或者是3等份这样子。好，下一页。那它底下会有那个草包覆着所以如果要编的时候，会把底下的那一个像有你买那个葱啊，还是买韭菜的时候，不是就会像这样子，底下会有包覆嘛，所以就会把它撕起来在编的时候，这种
天然纤维的都是要先喷水，好，那草类的你要捶过，捶软之后才有办法去打，才不会在做的当中去断裂这样。好，下一页。好，然后再去揉它，哦，好，然后如果你是片状的，你真是要用竹子去夹，好，把它夹起来，然后去做编织。好，下一页。好，那它通常长度有限，所以它就必须要做到这个加草，哦，把草增加啊，好，好，下一页。好，然后再去做收扁，好，做完之后再拿那个树的种子、树的籽去磨它，让它漂亮，这样。好，下一页。哦，这个是织布的机器哈，它就是让作者去织。好，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是腰固定带，好，夹布轴、梭子、打尾板、固定棒、开口棒跟金卷。好，下一页。好，然后这个是可以用那个苎麻的绳子啊、线啊，去做背带，就不是这样像刚刚那样了，这个就比较小。好，下一页。好，那这个就是答案。好，好，下一页。那再来我们就会说利用这个竹子，利用这些东西，这些藤啊、竹啊、芦苇、稻草、麦秆、丝、麻、棉线啊，其中的3种，然后去做。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个编织专科章考试的时候啊，都是会准备材料给他们，然后会现场教他们怎么做。因为如果你叫他在家里做好带过来的时候，有可能他是买的，对吧？有可能是买的，不是他自己做的，而且这些天然的素材，小朋友也不一定收集得到，所以通常如果是我去支援的时候啊，我会提供材料，然后我会教，在这个就是黄色的这个就是做风车，这个可以用草类的去做，比如说稻草啊、蔺草啊，然后另外这个是五角球，其实五角球也不是很容易，那个再来是这个另边小路，好，再来。那最后一项就是说，它要可以整理，然后保管各种编织用品，通常就是保持干燥啊，然后不要曝晒啊，然后也不要弄湿这样子，好，下一页。那再有就来讲这个怎么编织，编织的话，我们通常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挑压，怎样做挑压，假设这个经线就是直线，然后纬线就是横线，当横线就是我们手上拿的线，放，然后经线的这个线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然后手拿的这个纬线放上去的时候，压到这个经线，我们就会说这个是压。那如果放在底下的话，我们就会是说挑。好，来下一页。那最简单就是说压挑。那如果在支数不同、角度不同，然后做不同的变化，哇，它就会变出，比如说3支的话就是3角孔边，4支4角孔边，5支5角孔边，6支6角孔边，8支8角孔边。那甚至可以做出什么再加上不同的编法，也就会有一些比如说风车边啊，12条菊花边啊，去做穿花动作这样子。好，下一页。早期的话，其实渔网也有很多编法，有上面这种跟下面这种，好，下一页。那也有像这样子的，好，下一页。这个是我们苗栗的，看沟，整个
丢出去，然后再拉回来。好，下一页。那这是我们狮潭汶水老街的一家，一个阿婆她做的这个茶寿，就是冬天的时候把茶放在里面哦，然后做保温的。本来以前是在做鸟窝的哦，后来把它改成放茶，对，好，就变成他们的在地特色哦。好，再来。哦，那这个是我们苗栗公馆福基的做草鞋的哦，我也有去体验。好，再来。后来去狮潭教一次，大家都觉得哦，好辛苦。好，再来。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苗栗三义的特色云火龙哦，它这个是用稻草去编的。好，那活动完之后就烧掉了，所以就没有保存。好，再来。然后这个是公馆乡的喜妹辣蛙，他们都是做销往日本的这个连柱绳哦。那为什么日本人不要自己做，然后要来台湾跟我们订哈？就是听说他们觉得种了稻，可是不吃，然后拿来做这个，感觉好像很浪费，不是？所以他们就来跟我们台湾订哦。你看它很绿哈，其实它这个来做连柱绳的是不能够采收稻米的哦，就是它纯粹只是要它这个稻杆哦，不然你说如果是用长过稻的去做哈，其实那个摸到皮肤接触到其实会痒。好，下一页。好，你看这个，他们用稻草可以编出这么多东西哈，可以甚至是一个包装材料。好，再来。是不是很有趣哈？它这个，你如果在韩剧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他们的那个房子的外侧啊，他们就会这样子绑鱼，然后或者是绑辣椒，绑什么，然后就挂在房子的外面的那个这个房屋的屋檐底下墙壁那里。好，再来下一页。所以我也曾经去教过用稻草绑鸡蛋但这个鸡蛋要是熟的啦，不然通常绑了会滑下来，然后那个蛋就破了，然后整个就会变很恶心这样子。好，下一页。这个也是要绑什么酱油、绑酒啊。你有没有觉得以前的包装很好看，跟现在的塑胶袋比起来，质感差很多？好，谢谢。就算绑2颗洋葱还是绑2颗鸡蛋，这样都很好看。好，再来。那你看这个印加文明，他用草绳去做桥，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好，下一页。他需要拉5根这样的草绳，然后好，下一页。好像每年要换一次。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这次的奥运哈？这次我不太注重这个比赛，我反而是看他们运动员穿什么然后他们这次真的请了那个设计师设计然后用这个香蕉丝去做皮带，还有这个鞋子的鞋面，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香蕉丝的话就是宜兰原住民噶玛兰族他们的工艺然后听那个阿嬷讲说，他们是要不能用长过香蕉的香蕉去做取丝那另外左边这个是用纯阿灰去编织的。好，下一页。所以你说它已经是这个感觉像是已经落寞的
可是你看人家设计起来也是很有质感哦，所以是看怎么做哦。像右边的这个鞋子的鞋面，它也是用香蕉丝哦去染，一个染色，一个是原色，然后去编出来的哦，真的是很漂亮。好，下一页。哦，那穿出来效果就是像这样子。好，那今年这是去年哦。去年的话，其实是我们台湾的办这个世界竹艺日，世界茶博览会、竹博览会哦，每年会由不同的国家来办理。然后去年是由我们台湾办，然后它分5个区。那这个是在这个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哦办的这个新竹区。好，下一页。哦，他们是这个建筑系的老师带着学生，然后做了总共有6件竹构作品。哦，这是其中2座。好，再来。然后这个公司在介绍这个竹子跟竹子怎么样去做金属接头。好，下一页。哦，那这个是新竹展区嘛，哦，然后南投展区就是在展这个工艺编织的，因为南投的话就是草屯工艺园区嘛，草屯工艺园区的话，那个就是在做这个编织。好，下一页。然后云林展区的话，它是在做疗愈、身心灵疗愈的，哦，就是躺在森林里面哦，然后听一下森林的听一下音乐啊，或者是听森林里面的声音这样。哦，再来是这个嘉义展区，它就是也是做竹构的。好，下一页。然后花莲展区的话，它是编了很多动物。我这次去这个富里农会，花莲富里农会，他后来把作品搬到富里农会那边。哦，他编了很多，比如说像穿山甲，还有台湾黑熊。哦，还有一些这个稻草编的不同的鸟类，什么孔雀啊，还是恐龙啊，哦，甚至有大型的猩猩作品。哦，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看。好，下一页。哦，怎么了？是吗？对，那是最后一页。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听了之后有什么心得想法？雅玲来分享一下好了。我吗？我觉得老师好厉害，很棒啊！童军学编织还需要很多耐心啊，我觉得，就是把它从头编到尾，然后还要没有搞混它。其实我们童军不是有一个这个金氏记忆吗？哦，其实着重在这个观察编织的话，通常它不是每次的编织都是很规规矩矩的，就是一上一下啊，它有可能它在这个中心点的话，编法是挑二压二，像我们最近在编这个八角孔编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它中心点它是挑二压二，那在外面再多加一个框的时候，再去编的话就要变成挑三压三了。或者是风车编的话，我们通常会去找它最基础的这个编织单位是什么形状。比如说像风车编的话，它就是一个正 N 负 N， 去做编织。那简单来说是挑三压三，可是它不是很规则的这个方式，是像一个英文数字 N 这样，正 N 倒 N 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很着重在这个观察。那其实我小是棋艺社的，那我喜欢玩那个跳棋其实也有这样子。比如说你要跳的时候你要找空位嘛，那如果它后面有一颗的话，你就可以连跳嘛，所以你就要观察哪里有空位，然后哪里可以跳很远。所以
要注意点，然后如何连成线。那编织也是这样子。那个丁雅玲同伙伴啊，木章伙伴来分享一下。坐车哦，好吧。那还有其他人要分享一下吗？还是想要问什么？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好吗？就关于刚才你提到，就是竹材，就是在使用之前，其实它会有一个叫做去青。我们知道食物我们要去青的时候是为了口感嘛，那如果在这个部分去青，它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的竹子啊，我们不会用新鲜的竹子，我们通常我们去竹林里面啊，我们要判断竹林像如果你看它很干净啊，身上有白粉的，那大概就是1年生而已。我们要选大概4年生的。如果你选太嫩的竹子啊，你回来剖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摇，它会皱掉。会皱掉，所以我们通常会选它的外皮已经长上青苔了。那如果整只黄的话就没有办法，那就太老了。那我曾经有一次学生，我先生的朋友说他们家有竹林，叫我去砍，不用钱，然后就真的去了。就一去的时候发现他的竹子都黄色了。对，然后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开竹材行的说为什么他的竹子都黄？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竹子在山顶上照射的紫外线离太阳比较近嘛，照射的紫外线一直照啊，他没得遮嘛，因为他在山顶的尖上面所以他就晒太多了。那我那个竹材行朋友就说，我们竹编要的竹材需要柔软，然后所以要是那种3凹的。那如果你在平地啊看到的竹子啊，你说如果是贵竹的话，其实不粗我这次去台南百竹园看他们的竹子啊，他们贵竹只有这样而已，手指头这样而已。那如果你在苗栗的平地啊，没有在处理的这个竹子啊，也大概4公分宽而已。所以我们编织的竹子啊，我们去竹山买的时候，直径大概都有到大概7、8公分，所以那个都是海拔比较高的竹子啊。所以为什么要刮青？刮青就是要把它外面的青苔把它刮掉。不刮也可以啊，你也可以用水冲一冲，然后刷一刷啊，也可以编。那刮的话，其实它也比较直滑，在编的时候比较不会滑啊。我通常会跟学生说，如果你是要传家的啊，以后要给孙子留下来的话，你就刮青吧。如果你只是农用的，你就没有刮也没关系，这样。好，谢谢老师。今天真的是长见识了哈，原来一个就是专科章的这个部分可以有这么多的专业在里头。好，日本其实现在原住民还是有在做这个苎麻编织布我甚至这次去那个盖电龙花厝的时候，同一组的同学他自己种苎麻，自己取麻。你知道怎么取吗？他把那个皮树，它不是树，它是像那个草，有点像桑树这样长的，不是很大颗。然后取下来之后，然后用竹子剖开，剖出一个缝，然后把那个苎麻的皮有没有放进去那个缝里，然后这样拉，然后让它有一丝一丝一丝的，然后再去把它捻成线，接起来，捻成长长的线，然后再去做编织。其实
很多啦。你知道我隔壁的同事他还有去做过这个零头叶编织哦，零头叶的工具又不一样了，他把两边的刺弄掉，对不对？听说中间有刺，然后弄完之后，他把它反卷，跟月头一样反卷哦，然后夹起来晾干，然后要变成粗细一样的时候，他用冰棒棍夹刀片，设定好宽度，然后这样画过去，它就会一样长。这样好，刚刚有人提出问题哈，好，男生女生的性别差异如何？我们这次去在这个全12推这个另编小路的时候，当然女生会比较喜欢，可是这次真的蛮不错的，大家都有很认真的去编，然后去完成它，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我们那时候也有奖征答，然后大家也很开心的配合，然后去抢这个有奖征答，所以其实童军真的是很喜欢做手工艺，真的是很不错。通常来学竹编的男生女生都有，但是男生比较少一些，可是男生会来学的手也是很巧的哦，有学木工的，有学书法的哦，所以做的不会比女生还要差哦。这样回答满意吗？那还有，对，通常这个专科章的话，我会准备3种材料去完成编织。像这一次在高雄快乐团他们在大甲高工这一次办的这个专科章里面有编织，请我去的时候，我就是用稻草编成草绳哦。不要觉得很简单哦，小朋友也从来也没有编过从草怎么样去变成绳子哦，从一条稻草然后扭转2股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条绳子哦。这样我也设定一种，不要太为难小朋友嘛哦。然后再来是编4角孔编的一个前盘，然后跟另边的风车还是什么这样，对，因为通常他们会去考好几个专科章，所以你也不能在这个编织这边耗太久。我不是这个编织专科章的话，它会有学科就是要填考卷的，我们刚刚设定的那5题嘛，那也要有这个术科实际操作。对，没有做过草绳，下次可以做啊，其实蛮好玩的。雅玲，下次我们可以试着邀请那个慧芳老师到我们桃园来。可以啊。OK， 好哦。那各位伙伴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做提问的部分呢？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来一个合影好吗？那就是有想要聊的伙伴再留下来跟慧芳老师这边做请教。来看一下哦。好，那大家方便的话开个镜头。3、2、1。谢谢大家来参与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